有缘人，你知道吗？易经里有个概念叫身弱，听起来有点悬，但其实从心理学来看，身弱就是你想太多，容易精神内耗。身弱的人一般气血不足，爱胡思乱想，杂念多，负能量跟着来，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。那该怎么变强呢？强有强的优势，弱有弱的长处。老子说上善若水，弱者才能活得长久。身强的人适合短跑，而身弱的人适合长跑。这世界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，只有适合与不适合。可如果你是身弱，却逼自己过身强的生活，那肯定很累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，别被世俗的标准绑架。像什么24岁要结婚，26岁要生孩子，这些都是别人的标准，怎么可能完全适合你？命是你的，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。节奏最重要，别一味跟着外界的步伐走，这样永远跟不上，还会让自己痛苦到死。道家讲精神内守，佛家说向内求，意思都差不多。身弱的人，要么在社会底层，要么在顶层，因为他们通常善于思考，看事情更透彻，更容易看穿本质，所以擅长智取。一旦行动，基本都是一招致命。但这特点也让他们容易成为思想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子，想得太多，没想清楚前根本不会动手。说得好听是谨慎，不好听就是胆小。而身强的人多数是行动派，喜欢说想那么多干嘛，做就对了。如果身弱的人身处资源不佳的环境，比如没人脉、没背景、没贵人提携，又想不明白底层逻辑和核心规律，心智带宽，被一些不重要的事占据，他们真的会内耗死，时间一久开始绝望，然后就躺平了。身强的人躺平可能是假装的，但身弱的人躺平那可是彻底的，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。不过一旦他们想通看透了，就会大彻大悟，实现质的飞跃，蜕变成龙，人生成就绝对不会低。那我们该怎么捅破那层窗户纸，改变身弱的状况呢？要了解这点，首先得明白身弱的根本原因其实是能量太低。很多人会误以为身弱只是指身体虚，其实不然。真正让人身弱的核心原因是精神耗损太大。日常生活中，身体所消耗的能量其实是很少的，最大的能量消耗来自于大脑、情绪、思想，精神的内耗才是最浪费生命能量的地方。道家最注重的就是能量的蓄积。他们有句话，开口神气散，一动火攻寒，意思是你一开口，精气神就散了，妄念太多，元气就会受损。你想想看，像老师、销售这些职业，经常开口说话，一堂课或几小时推销下来，口干舌燥，身心俱疲。再看看那些创意类、写作类、科研类的工作，天天动脑，能量消耗得更快。有时候你明明什么也没做，只是躺在床上瞎想一通，结果比干一天活还要累，这就是精神内耗的结果。道家讲的开口神气散，一动火攻寒就是这个道理。
道家还有一个修炼境界叫无漏，就是不让任何能量外漏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都在漏能量。眼睛看了不必要的东西，耳朵听了不必要的声音，这些都是在消耗能量。所以无论是开口还是意念，本质上都是在漏能量。想要达到无漏，就是对那些不必要的人和事做到眼不看、耳不听、鼻不闻、嘴不说、身不动、意不念，这样就不会浪费一丝一毫的生命能量。虽然这是很理想的状态，但这也是为什么老子说塞其兑，闭其门，终身不侵。只有你不被外界打扰，不让能量白白流失，你才能保持充沛的精力，做什么事情都不慌不忙。道德经第59章还说，治人是天，莫吝啬，意思就是做人做事要节省能量，别说废话，别管闲事，集中精力，活在当下。道家的修炼方式打坐也是为了这个目的。打坐的时候，我们做到六根清净，眼睛闭上养神，耳朵不听杂音，鼻子专注呼吸，嘴巴合起来，身体端坐不动，心里不起妄念。这样静下来才能生出智慧和定力，定力则生出更大的智慧，这就是无漏。所以想要改变身弱的状况，最关键的就是闭塞其兑，进入无漏的境界。不浪费能量，你的身体自然会变强。这跟心理学的理念也非常吻合。在心理学中，接纳与承诺疗法 ACT 中的认知解离、正念与观察的自我，其实本质上也是积蓄能量、减少内耗的好方法。认知解离是指将自我从思想、记忆中分离，客观地观察自己的想法如何运作，把它们当作语言和文字，而不是它们背后的含义，这样就不容易被思想操纵了。比如，当有人说你丑时，大部分人会感到愤怒和不安，甚至有些人会因此夜不能寐。但如果能用认知解离的技巧，就能认识到丑只是对方的个人评价，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，不具备实际意义。ACT 疗法中有个牛奶练习，是认知去融合的典型方法。治疗师让来访者短时间内不断大声重复牛奶这个词，一段时间后，这个词就会失去原本的意义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音符。这个练习让我们理解到，语言只是符号，丑也一样，它只是一个词语，不必因为别人的话让自己陷入反复思考和内耗。观察的自我则是帮助我们聚焦真实的体验，促进认知解离和接纳的过程。就像在心里点亮一盏灯，照亮所有的念头、情绪和思维，观察它们如何变化和消失。比如，当别人说你长得丑时，你可能会有懊恼、消极的思维，甚至想骂人或揍人。没关系，你只需观察这些念头如何出现，然后让它们自然流走，这就是念起即觉，觉而不随。当你通过观察的自我有意识地专注于当下，对当下发生的一切既不判断、不分析，也不反应，这其实就是正念。这和道家的打坐修炼异曲同工。道家强调的六根清净就是不看、不听、不闻、不动，从而达到不浪费能量的目的。
无论是道家的无漏之体，还是心理学中的接纳与承诺疗法 ACT， 都能很好地帮助一个人积蓄能量，改变身弱的状况。一旦你摆脱了内耗，命运也会随之改变。这就是魏石魔说身弱之人一旦破局即巅峰，因为当他们停止浪费生命能量，将所有精力集中于做事时，往往无所不成。身弱的人应该学猫，像猫一样摆烂。猫咪是非常懂得养生的动物，它们慵懒随性，有自己的生活节奏，不会被外界干扰，懂得如何让自己舒适。身弱的人也要懂得修身养心，适当摆烂，不必时时刻刻都紧绷神经，该放松的时候就放松，这样能量才能跟得上。适当摆烂的人运气往往会更好，但他们不会特别执着于金钱，钱财如过眼云烟。因此他们需要学会向天地大自然借力，也要懂得断舍离，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场，少熬夜，远离负能量，这样才能真正改变身弱的现状。身弱之人常常会给自己增加负担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敏感，能够注意到很多细节，加上擅长思考，经常会陷入本来没什么大事，一想就觉得有问题，再想想就觉得很严重的状态，这种情况会加重内耗。我们常说生活上要断舍离，这是为了珍惜和有效利用空间。然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自己的每一分心思和精力其实更加珍贵。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心力，或者对重要的事物过分用力，这些都会导致能量消耗过多。因此身弱之人不应该太过用力，不要过度追求结果，或者必须达到某些标准。我们可以适当放松，对人生的掌控感不必那么强，试着让自己的人生有些许失控，允许不确定性和意外的发生。人生如果全都按照你的设想进行，反而是一种限制。许多美好的事物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，而你只追求自己设想的那一种好，这反而是一种局限。对自己的人生大方一点，敞开心扉，允许生命有时候是失控的、调皮的、不如意的。你只需陪伴它，放轻松，不去过分掌控，而是信任它，继续往前走。从玄学的角度看，这类人其实需要适当摆烂，不需要过分拼搏。身弱之人要学会放松，学会断舍离。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内耗和能量不足，就不必妄自菲薄。要记住，若有弱的活法，不必太逼自己，不能太用力或过于冒进，而是要顺势而为，简化生活，聚拢能量，专注自己，偷偷努力，悄悄成长，最终会惊艳所有人。一、少社交，圈子不同，不必强求融入，三观不合，不必勉强同行。选择少社交，不是孤立自己，而是更智慧的选择与谁共度时光。人与人之间的磁场不同，有些人一见如故，有些人则再也不相见，这就是同频相吸的道理。二、少目标，过多的目标等于没有目标。每个目标都需要时间、精力和资源。当你给自己安排了太多任务时，
可能身体悬没动，心里已经感到疲惫。拖延、纠结和选择的过程会消耗大量精力，结果一天下来，事情没完成多少，自己却累坏了。时间管理的核心是精力管理。设立目标时，要在重要性和紧急性之间进行区分，聚焦少数关键目标即可，如28原则。在追求目标时，不要过于完美主义，因为完美往往是低效的。享受过程，不必过分执着于结果。3. 少度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，必须自己去面对和学习。自度是能力，度人的那是佛祖，连佛祖都只度有缘人。作为心理咨询师，我们做的是助人自助的工作，不是拯救别人。很多人会试图拯救父母、兄弟姐妹或朋友，拼命想把他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，却发现无济于事。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，也不是我们不够用心，而是因为别人的人生不在我们的掌控范围内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和课题，这些都需要他们自己去经历和解决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是为了体验人生百味，尊重他人的命运，过好自己的生活。有人说好人不好命，这是因为好人常常过度干涉他人的因果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4. 少卖惨。不要让喜欢卖惨的人靠近你，更不要向任何人诉苦，因为 20% 的人并不关心，剩下的 80% 则可能因此感到幸灾乐祸。你的痛苦在别人眼中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，抱怨世界只是在展示自己的脆弱，愤世嫉俗只是显露自己的狭隘。此外，你必须始终相信吸引力法则。当你不断诉苦、抱怨，或让那些爱卖惨的人围绕在你身边，你会吸引更多负能量，并进一步削弱自己的能量。5. 少比较。我们无法同时走在自己的路上，却又羡慕别人的路。这一生，我们唯一需要完成的目标就是成为最好的自己。不要被别人的光芒遮住，也不要迷失在别人的故事里。我们的道路有属于自己的风景，属于自己的起伏、欢笑和泪水。成功不仅是地位、金钱或学历这些可以量化的外在物质，更是一种对自我的尊重与礼赞。我们存在的意义，不是为了成为另一个谁，而是为了最完整、真诚地表达自我。不要急着抵达终点，也不要忙着与他人比较，只需享受自己的旅程。每一刻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都是我们真正拥有的宝贵瞬间。6. 少与小人纠缠。不要与小人纠缠，因为你一定会输。他们会把你拉到他们的水平，然后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你，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意义。一旦陷入他们的思维逻辑，你无论多么能言善辩，多么逻辑清晰，都只是在自讨苦吃。改变他们的认知，等于要他们的命。他们会拼命守住自己的认知牢笼，多说一句都是浪费精力，削弱自己的磁场。因此，对于这类人，一定要及时止损，果断离开。正如王尔德所说，为了自己，我必须饶恕一些事，
因为一个人不能夜夜起身，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，对于烂人烂事，最好的应对就是不纠缠，远离他们。那么身弱之人该如何正确摆烂呢？以下是3个方法，希望能启发你。灵妖精神内守。身弱之人精气神本就较弱，因此需要精打细算，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身上，少关注别人，少管闲事，学会断舍离，把心胸打开，先活好自己再说。其次，电子设备最耗精气神和气血，减少使用手机和电脑的时间。对于外界的杂音，可以选择性忽略，不是每句话都要听，也不是每种观点都要回应，这对自身消耗极大。灵二人际关系上摆烂。每个人有自己的活法，生活中的许多声音和观点不必全听。世俗社会里欺软怕硬，看人下菜碟的行为古今皆有，虽然这些行为不好，但也无需与之硬碰硬。如果你发现某些人人品不好，直接敬而远之，不给他们伤害你的机会。人际关系适当断舍离，远离那些人品差的人，因为恶意常源于无知。灵3补足精神能量。多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，打通智慧之脉，把时间花在有价值的事情上。穿些让自己感觉舒适的衣服，选择质感好的食品，无论男女都可以。学会滋养自己。身弱之人应该用专注精神搞学习、事业和赚钱，用摆烂的心态处理人际关系和感情问题，这样烦恼会消失一半，效率也会大大提高。最重要的是，允许一切发生，接纳一切发生，不要过于用力，找到平衡，安住在当下，享受当下的状态。即便别人觉得你烂到不行，你也能接纳自己，并爱着这样的自己。无论别人怎么看，你知道自己完全信任自己的生命，并让它引领你继续向前走。此刻享受当下，即使它看起来不太好也没关系，你可以允许自己这样存在。身弱之人应该学会摆烂，少内耗。若长辈对你有负面影响，适当保持距离。对于过于折腾的事情，也可以选择不再坚持，保存自己的精力最为重要。身弱之人本来能量就少，过度内耗只会雪上加霜。保护自己，留得青山在，福报自会如期而至。希望这些方法对你有所帮助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触动了你，请按个赞并留下回应。会摆烂，不内耗。愿你守住自己的能量，终有一天你会涅槃重生，逆风翻盘。若还未订阅频道，请点击订阅按钮，随缘加入，与同频的朋友们一起修行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正能量，功德无量。